所以如果把睡觉比喻成去度假小岛，一开始呢，我们从海边走下海滩，然后呢慢慢潜水到深水区，然后再浮上一个小岛，然后再潜水，然后再浮上另外一个小岛。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很高兴在未来健康研究院继续跟各位分享医疗新知。身心要健康，最重要的是自己，增加医疗知识，帮助自己身心健康。这一集我们要分享的是安眠药可不可以吃呢？到底要怎么吃呢？医生，我睡不着觉，吃了2-3年的镇静剂了，每天都在吃，睡眠效果变得不太好，我又不敢继续增加剂量，每一天脑袋都有点顿顿的，记忆力也变得很糟糕。有人跟我说吃安眠药不好，我想要请教您。镇静剂不是安眠药，所以没有关系，是这样子吗？镇静剂就是安眠药，安眠药就是镇静剂啊。它的名字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它们的作用在神经细胞上的作用，受体上都是 GABA 受体，所以都是同一类的药。镇静剂和安眠药在 GABA 受体上结合，对神经细胞产生抑制的效果，神经细胞就睡着了。所以不要再骗自己，镇静剂不是安眠药，安眠药不是镇静剂，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它的作用和产生的副作用都是一样的。吃安眠药一开始效果是真的很好，可是吃了几个月后，效果却越来越糟糕了。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上瘾了？镇静剂作用在神经细胞上的 GABA 受体，神经细胞直接就被麻醉，然后就会睡着。你每天重复的刺激它，这个 GABA 受体呢就会躲起来，躲到细胞里面。这时候你吃进去的药物安眠药、镇静剂，它就找不到可以作用的 GABA 受体，它的效果就当然越来越弱啦。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用更大的剂量，才会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药效变差，的确是上瘾的现象。我也很担心自己是不是上瘾了，所以呢，我就擅自的停掉安眠药。可是那一天开始变得很悲惨，我完全睡不着觉，而且心情变得很烦躁，身体变得很不舒服。的确，马上停掉安眠药会比原来的状况更差，因为神经长期被药物作用，你突然停掉药神经是会反弹的，所以你会变得非常的焦躁。所以要戒掉安眠药就像戒掉毒品一样，是很辛苦的。所以不能够马上停掉所有的药物，也不是说直接从一个安眠药换到另外一个安眠药。真正处理的方法是要给你一个治本的药物，在这个治本的药物帮忙之下，使用了一段时间稳定了以后，才可以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减少原本的镇静剂或安眠药。所以安眠药如果不吃就更焦躁，有戒断反弹的现象，就是上瘾的第二个现象。所以吃镇静剂、安眠药有2个现象，一个是越吃越没有效，第二个就是不吃就很痛苦会戒断反弹。天天吃安眠药一开始是很好，但后来就变得乱七八糟了。所以天天吃安眠药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那天天吃安眠药有哪些坏处呢？有3个坏处。第一个就是你本来睡眠的正常功能没有了，睡眠不是被麻醉，睡眠是在做大脑的睡眠活动，所以如果你把它关掉，用安眠药、镇静剂关掉，大脑是会退化的。那第二个坏处就是药物效果越来越弱，这个是安眠药、镇静剂特别有的特色。所以其他像高血压的药并不会这个样子，所以吃安眠药、镇静剂的人到后来剂量就要越来越多。第3个坏处是安眠药像毒品一样，你突然不吃是会有戒断不舒服的痛苦的。根据国内健保资料库的统计65岁以上使用安眠药的族群，如果吃1颗会有 1.5 到2倍，吃2颗安眠药有3倍，吃3颗会到5倍的失智症。这是台湾自己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后续也发现这些族群如果减量使用镇静剂、安眠药，的确也会减少失智的风险。那你不是说睡觉很重要吗？那使用镇静剂、安眠药明明睡得很熟，那为什么会失智呢？因为镇静剂的使用我刚刚提过，会让睡眠失去睡眠的功能
睡眠不是麻醉哦，睡眠也不是大脑在休息哦，睡眠是在做大脑清洁跟记忆资料整理的工作。那你使用镇静剂就是麻痹了电脑啊，让大脑在睡觉中没有做清洁跟资料整理的工作，久而久之大脑就会坏掉。所以如果把睡觉比喻成去度假小岛，一开始呢，我们从海边走下海滩，然后呢慢慢潜水到深水区，然后再浮上一个小岛，然后再潜水，然后再浮上另外一个小岛。那这样不是很好玩的一个海滩的旅游吗？如果使用镇静剂就剥夺了这个度假小岛的乐趣从头到尾就是一路的浮潜，没有深水的活动，也没有小岛的活动。使用镇静剂的睡眠就是一片空白，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活动。既然安眠药有那么多的坏处，那为什么每次我去看病的时候，或者家人去看病的时候，只要跟医生说我睡得不好，医生就会马上开镇静剂给我，而且还必须要天天吃呢？那为什么台湾的医生这么爱开安眠药、镇静剂给病人呢？好，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台湾因为看病很方便，病人呢也追求效率吃1-2天的药如果没有效他就没有耐心去吃了，他就会说哇那个药没有用那也没有耐心去调整睡眠的习惯说早上去照光走路啦，那些他都觉得很麻烦。那也没有耐心说要找出失眠的原因门诊那么忙，怎么问得出来呢？那这是病人部分吃安眠药的一个心理那医生也有他开安眠药的心理比如说医生很爱表现，他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开的药没有让病人有感觉，这病人就不喜欢医生了。所以为了很快满足病人呢，他就开了最有效最快速的安眠药跟镇静剂。所以在台湾吃安眠药、吃高血压药、吃胆固醇药，就变成台湾医生最喜欢的开药习惯了。因为反应很快很直接都看得到大家都很开心所以这样子造成台湾吃安眠药几乎是世界第一的局面那医生抢着当药头，那人人都有药吃的世界奇观也会造成台湾老人失能的状况太普遍了。那吃安眠药这件事情呢，是先甘后苦，一开始很方便，到后来就不小心陷进去了。本来睡眠能力就比人家差了，吃了安眠药以后，竟然很贪心希望每一天都睡得很熟。其实吃安眠药就像跟高利贷借钱一样，一开始钱来得很快，花得很开心，后来高利贷的人来要债了就很惨了而且利息很高吃安眠药的代价，其中一部分是大脑退化掉。吃安眠药就好像教育小孩一样，你每天父母每个月给个10万的，小孩子怎么会去吃苦耐劳工作呢？去赚个3-5万呢？所以睡觉能力随着年纪越来越差，所以我们要老老实实的重视睡眠习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像年轻人一样那么挥霍睡眠那如果你一直失眠它就当作是一个失眠症它是一种大脑的疾病。所以从失眠的症状去发现大脑失常的问题，千万不要只用镇静剂、安眠药去掩盖住问题，否则后面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大。那安眠药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呢？要如何好好的正确使用安眠药呢？那安眠药到底可不可以用呢？难道这个药不可以用，那么危险吗？我们来说安眠药到底要如何使用。睡眠的能力的确随着年纪越来越低，所以年纪大了呢，比这个年轻的时候更应该重视睡眠。比如说保持规律的睡眠习惯早上去晒阳光白天要累积泪感晚上睡不着乱想要图像思考这些都是增加你睡眠能力的方法。但是偶尔还是会睡不好比如说很烦恼，隔天有很重要的事情，那可不可以使用镇静剂呢？当然可以这个时候偶尔使用是善用现代的医疗技术，这样也是不会上瘾的。可是你不能贪心你本来睡不好，你天天吃安眠药，要求睡得很饱，吃一颗药，然后就像昏迷一样7-8个小时后醒来，这样只是会伤害到大脑的。然后呢，我们要把睡眠睡不好这个一直睡不好呢，当作是一个大脑失调的状况，是一个病大脑的病。
那镇静剂呢是辅助，是治标的，是暂时的，是争取一些时间帮我们找出为什么大脑在夜间会失调。我们要使用治本的药物来调节这个失调的状况，偶尔才使用镇静剂、安眠药。所以安眠药不是不可以用，它是辅助的，它是偶尔使用的。那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适量的使用安眠药，不要滥用安眠药。希望这一集大家有收获，谢谢。我是方世清医师，每星期二、星期五晚上6点，我在未来健康研究院和大家分享医学新知。欢迎追踪、订阅、开启小铃铛，并在留言区分享你对今天节目的想法或建议。